歡迎收看第1025期北境不靜音。今天的開頭動畫換了一個新的，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可以留言告訴我。那麼今天這一期節目呢，是交一份作業，有一位觀眾給我留言讓我講一下第3次世界大戰。所以我們今天做一期北境解構給大家好好分析一下，有沒有可能打第3次世界大戰，什麼時候打，以什麼樣的方式打，那麼打完之後对整個這個世界的格局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會產生怎樣的變化。那麼聊起第3次世界大戰呢，我們就必須先聊第1次世界大戰和第2次世界大戰當然我會盡量簡短的給大家概括一下。因為什麼呢？我們在其中可以找到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那我們先看一下這有一張地圖，這是1914年的世界的樣子主要是歐洲。距離現在呢100多年前很多人现在总觉得世界的版圖是固定的，不会再变化的，但其實它一直在变化，對吧？那我們看100多年前和現在也是很大的不同。在当時呢，有很多的帝國還沒有變成共和國，它還是帝国。比如說我們看這個中間比較偏棕綠色的，這是當時的同盟國包括德意志帝國，包括當時還存在的这個奧匈帝国，還有下面的意大利當然意大利是後來第2年就退出了這個同盟國。那麼兩邊的淺一點的綠色部分也是一些古老的帝國當時的英帝國、法帝國，還有右邊這個俄羅斯帝國。那麼一戰之前的國際局勢呢，是由這些老牌的帝國在控制瓜分這個世界。但是呢，像德意志帝国这樣的新興帝國它強大之後，他就想要尋求突破當時的這個世界構架，他是一個挑戰者所以爆發了一戰。那我們知道一戰的情況當時各方都覺得戰爭會非常的短暫但是沒想到會如此的慘烈。那麼一戰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們從這個帝國版圖上來說，第1次世界大戰導致當時世界上的4大帝國消失，包括俄羅斯帝國後來變成蘇聯了，包括這張地圖右下角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奧特曼帝國，對吧？奧特曼帝國呢後來消失掉之後很多領土就是变成了別的國家然後中間的核心部分就最後濃縮成了現在大家所熟悉的土耳其。那麼還有呢，就是德意志帝國一戰之後消失變成了魏瑪共和國。那麼還有就是最中間的這個奧匈帝國完全分裂成了現在大家所熟悉的很多個國家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都不存在了，又分成了好多個國家，对吧 ？OK， 好，所以我们先給大家看一眼一戰結束之後的世界的樣子你看就已經變成這樣了這是1930年的，距離剛才就過去了16年。那我們可以看到了右邊黃色的已經變成蘇聯了，對吧？當然了，英法還存在但是歐洲的中部和東部你看已經變成了很多個小國家。那麼這種變化呢也只是暫時的因為一戰結束之後所構建的通過凡爾賽合約那麼那個世界構架是並不穩定的它的這個和平的建立是非常短暫的。那麼很快就爆發了二戰。那麼我給大家再看一張地圖這個也是二戰之前的更廣泛的一個世界範圍內是什麼樣子。我們看這張圖，我們都知道在二戰之前世界是一個殖民化的世界那麼地圖上的紅色的區域都屬於當時英帝國的這些版圖殖民地，看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国，對吧？藍色部分是法國的版圖包括殖民地
非洲也有很大的一個區域，包括越南啊。那麼還有很重要的，我們看這個棕色的日本當時也是一個帝國哈。你看日本就包括有現在的台灣還有這個朝鮮半島，以及現在中國的東三省當時的這個滿洲國，其實這些都是它的版圖。那麼我們知道這一切在二戰之後全都改变了。那這個世界就不再是一個殖民化的世界了。一戰結束之後，世界進入了一个民族国家紛紛獨立崛起的這麼一個時代，然後馬上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之後，那麼更廣泛的在全球範圍內的這些殖民國家也都開始紛紛尋求民族自決和獨立。那麼於是二戰之後就變成了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版圖。那這個地圖我就不給大家放了這個因為大家非常熟悉了。那麼這二戰結束之後呢，建立了以這個美元是吧，以及美國所建立的整個一個世界的一個框架，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文化的。那麼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二戰之後進入了一個美蘇之間的長達幾十年的一個冷戰格局。那這也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所以綜上所述我們回到現在今天這個焦點，第三次世界大戰有沒有可能？當然有可能因為任何事情都是在變化中的。我們不可能是拿出現在的世界地圖說100年後還是這個樣子，不可能，一定會變。因為我們知道舊的這個霸主它會衰落，就像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對吧？也像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那麼現在美國自二戰之後這個唯一的全球的霸主，它在衰弱，這是不爭的事實。那麼總會有人希望挑戰這個世界的架構，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一戰之前的挑戰者是德國，那麼二戰之前的挑戰者那就又包括日本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前，現在的挑戰者也是不爭的事實，就是中國。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發生，其本質就是中美之間的一個對決。那麼當然了，這個戰爭什麼時候開始？在講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就首先要去定義一下，我們所說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是像第一次和第二次那樣，是一個全球範圍內的一場熱戰就是武器之間直接攻擊熱戰，還是說更像一種美蘇當時冷戰的一個升級版？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打仗的武器和方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對吧？有人工智能有无人機然後全球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你可以進行這種電力以及網絡的癱瘓黑客的攻擊，包括去摧毀對方所依賴的這些金融系統，包括一些能源供應鏈的打擊，這些都是戰爭的一部分。經濟戰也是戰爭因為它實際上影響到你這個國家的民眾的一個生活狀態，以及最終關係到你這個國家的生存、生死存亡，對吧？所以究竟是打熱戰還是現在這樣冷戰呢？我們也是一步一步聊我們先聊冷戰的部分。如果說中美之間的這種冷戰也可以算作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那麼你可以認為現在已經開打了，或者現在是一個序曲一個初級階段，還有一些聯繫，還沒有完全斷交，對吧？還不是說就是明面上官面上說對方就是敵對國。那麼這場冷戰，我们先說這個冷戰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對吧？只要是戰爭總會有勝利或者失敗嘛。最簡單的非黑即白的想法就是兩種結果要麼中國敗，要麼美國敗。當然我們知道肯定有中間的，就是雙方其實誰也沒有完全失敗，就僵持在這裡，對吧？那麼如果是美方失敗美國繼續衰落根本在這個貿易戰包括這種科技的競爭上它並不能夠完全的戰勝中國。那結果是什麼？就是這個世界被撕裂成兩個陣營。這兩個陣營呢
不是說他們完全的不貿易、不交流，但是有可能在科技以及諸多領域的這個標準制定上，就不再是過去二戰之後美國所提供的美元體系，对吧？唯一的一個体系，它就會改變。中國就會成為新的一极，成為可以和美國去進行某種抗爭的另一個陣營。那這個陣營裡可能會包括俄羅斯啊、朝鮮啊、伊朗啊、南美的一些國家、非洲的一些国家，甚至一些像印度這樣的墙头草國家，在某些領域也會介入等等。那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的两极，对吧？包括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崛起，可能变成一个多极的世界。美国甚至有可能在极端的情況下，它會退回到像1920年代那樣完全的收回到美國本土去，它就不是一個全球主義的美國了。這是一種可能，就是我們講說在第三次的世界冷戰中這個美國相對敗北的情況。那麼中國相對敗北的情況會是什麼樣子呢？那它就更收縮打不過美國收縮回，就經常有人說中國會變成西朝鮮模式，或者委內瑞拉模式就自己封閉起來變成一個軍事化管理的，或者變成一個更封閉的、更加這個集權獨裁的這麼一個國家它也可以繼續下去，因為這樣的冷戰的時候，它沒有熱戰美國也不可能去攻打中國的本土，對吧？中國還有核威懾，所以它就是也慢慢的脫鈎，世界在慢慢的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那麼中國就越來越萎縮經濟越來越下行，但是它也是就是潰而不崩，就這樣持續很久。那當然這個結果是對於中國人而言是非常悲慘的因為你這一代人，包括你下一代甚至3代，你的這個全部的人生就耗費在這裡了你沒有任何的機會你不會有任何的自由，你會相對活得越來越憋屈。那這個情況有可能持續幾十年就是中美之間的這種冷戰較量，對吧？那麼一直到2030年往後因為中國會面臨一個很大的人口結構性的問題在那之後，中國想要發動這個熱戰的可能性會是逐年遞減的。那當然了，這話不能說死因為我們知道現今你想發動一個熱戰也不一定完全靠你的這個人口基數因為你還要考慮到現在科技的發展因為打仗我可以不用人我可以用這些無人機對吧？用這些製造的這些設備就可以了，所以這也是要考慮的。那好，這個冷戰有可能就是這樣僵持下去。那當然了我們先說冷戰部分僵持下去的結果很大比例上是中國敗，美國贏。因為你必須要考慮你雖然打仗你可能可以不需要派這個肉體的士兵你可以換無人機，但是一個社會的運轉還是需要人的。中國的這個這些出生率人口老齡化這些問題我們都說的太多了，對吧？大家都清楚。美國不是，美國可能是到2045年或者2050年由於它這種移民的傳統和這個制度和它現在的這個人口的比例，可能到那個時候它是世界上唯一的還能提供就是20到60歲之間這種充足的勞動力的，也許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或者說解決這個人口老齡化問題相對最好的國家之一。但是中國不是，所以此消彼長，在中美這種對決冷戰的持續幾十年之後呢，中國會越來越衰敗。那當然這中間有各種可能，它的內部會出現問題突然崩盤了中共突然就被推翻了，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包括你的這個人才的湧現技術的革新而且在這種冷戰過程中雙方會互相的封鎖，那麼中國實際上又更加依賴於這個整個的全球化的貿易以及全球對它的一種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它更脆弱，在這方面是完全無法跟美國去在這方面打持久戰。好我們現在說完冷戰了，
們再說說真正的啊，有人说冷戰不算世界大戰，对不对？因为你世界大戰你不能說只是中美之間互相打貿易戰，這個不算，因為你世界嘛，不是只有中國跟美國，你需要所有的國家都被捲入其中啊，就像一戰那樣。當然了，更精確的定義是像二戰那樣，幾乎全球都捲進這個戰火之中。那我們現在就來說說，有沒有可能發生全球都捲入戰火之中的這種第3次世界熱戰？有可能，因為剛才說了，中共越來越虛弱，對吧？他也知道自己這個問題。那他會不會選擇自己在變得完全虛弱之前的某一個點，就把這個戰爭挑起來？那很多人就說不可能啊，中共也明白自己幾斤幾兩，怎麼可能和美國再加上日本、韓國加上這個美國在整個東亞、東南亞的這些盟友啊，菲律賓的這些基地的支持，包括澳大利亞，對吧？在整個北約在背後給美國做支持，那中國靠什麼？就一俄羅斯嘛，還有個伊朗嘛，朝鮮是添亂的，對不對？那很多人就分析說，中共不敢打這個仗，因為一打他自己就死了啊！為什麼會傻到要去開戰呢？但是我們知道，戰爭的爆發，它很多時候是不可預料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也要分析一戰和二戰，對吧？就是當我們講乾柴烈火啊，就是當你這個柴火非常乾燥的時候，這就是一個局勢吧？啊，誰也沒要點火，但是越來越乾燥。越來越乾燥，就像一戰之前，結果就一個零星的小火星，他也不覺得說這一個小衝突會演變成一場世界大戰，對吧？但是他就着火了。那麼現在的世界，我們知道有3個熱點區域，這3個熱點區域只要有一個區域變成更大範圍的一個對抗，那就會把全球都捲進來。一個就是俄烏這個戰場，俄羅斯跟歐洲或者跟北約之間的這場衝突會不會有一天突然變大？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持續的這幾十年都沒有消停過的中東地區。那當然了，第3個地區才是最有可能的，因為俄烏一直在打，大家其實在打的過程中也能尋求到某種平衡，就是我知道怎麼樣才能夠不擴大只是打，但是不擴大。中東也懂因為打了幾十年。各方都有經驗，但是第3個區域就是台海，這是最危險的，最有可能讓整個世界陷入到第3次世界熱戰的一個點，因為局勢非常緊張之前沒打過，這個柴火非常的乾燥，任何一方的一個形式誤判，無論是中共的，甚至台灣當局的，日本的美國任何一方的一個形式誤判，擦槍走火，在海面上軍艦之間的一個互相的叫囂，或者軍機的一個纏繞，它就有可能把這個戰事點燃。那麼台海為什麼一打就會有可能導致全球範圍的都捲入呢？因為首先台灣一打，對吧？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不可能不管，這是它的生命補給線呀。我們之前分析過，美國也不可能不管，因為台灣最重要，我們都知道它生產芯片，對不对？台灣人講晶片，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全球範圍內的硬通貨，這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對於全世界的國家來說都非常重要。你中共想接管，你干預這個事情，導致芯片無法生產的話，那全球貿易就完蛋了，對吧？你就捲入其中了。那日本、美國一管，雙方摩擦的話，只要中國這個一顆導彈擊中了美國的一艘軍艦，或者環繞着整個太平洋的美國這些基地受到了來自中國的一個打擊，那美國必須向中國宣戰。美國國內也會立法要求美國跟中国斷交，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如果美國被拉下場和中国開戰處於一個戰事的狀態了，你不管這個戰爭打的這個規模有多大，但是只要一開戰，那之前假設中美還是冷戰時候
那你像美國的一些盟友啊，歐洲啊什麼，它可以當牆頭草，對吧？歐洲政治上跟隨美國，但是經濟上跟中國走得更近，它是可以有这個回旋的余地的，在双方冷戰的過程中，它有它的自己的立场可以站，但是一旦打起熱戰，歐洲就沒有這樣的立場了。你首先作為北約啊，那歐洲大部分的這些國家都是北約成員國，對吧？那你美國開戰了，你北約要提供各種的支持啊，你不一定直接參戰，但是能源呀、情報什麼，你一定是站在美國這邊，跟中國是對立面的。那包括美國在太平洋的這些菲律賓呀什麼這些盟友啊，不說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你所有這些國家，你肯定都是要站在你強行的就做了一個刚性結盟，這是必須要做的。就打起熱戰之後，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可能贏嗎？他自己可能不想要這個局面，但是打起來了，啊，一下就打起來，情況就失控了。因為你中共你不可能永遠控制住這個局面，說啊，我想打就打，我想罵就罵，我想回去當這個龜兒子縮起來我就縮起來，我變成鴕鳥你哪有這麼伸縮自如啊？這個情勢瞬息萬變啊！你看看一戰、二戰時候，所以這一次三戰，有一天突然打起來，那就是打起來了，你控制不了，那我們可能就可以看到中國的一個覆滅。這個覆滅會是什麼樣子？它有可能就是打完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啊，那中國現在你所熟悉的中國的這個版圖，這個中國沒有了，但是這個是否意味着亡國？就像一次世界大戰，這四大帝國沒有了，對吧？但是不是說那俄羅斯沒有，它變成蘇聯了，啊，德意志帝國沒有了，它變成魏瑪共和國了，它總歸這個國家其實還是在的，當然版圖會有一些變化啊。中國可能也許西藏獨立了，有可能啊，有可能這個新疆獨立了啊，或者哪兒又獨立了，變成了幾個國家，或者版图縮小一些。但是它不可能發生什麼呢？就是美國徹底的什麼統治中國，就像古代似的，整個你這個民族就被征服了，然後你就变成了其他国家的一個省什麼的。像現在這種世界是不可能发生這樣的事情的。它會有一段時間的軍事接管或者管理啊，最後還是要求你民族自己去自覺啊，自己去發展啊，變成一個你自己治理自己的一個國家。那這樣的一個國家，算是一個新的中國吧，对吧？沒有了共產黨啊，誕生了新的中國，當然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我相信這樣的一個中國，雖然可能版圖會小一點，但無論如何會比現在這個中國要好。那當然了，這個代價可能很大，對吧？因為你經歷了第三次世界熱戰，那我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台灣的處境肯定也是很糟糕的，當時。但是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台灣也可以完全的享有自己的獨立。還有一個問題，會不會變成核戰爭？對吧？因為中共在即將滅亡的時候，它會不會就同歸於盡了啊？那我就把這些核武器都打出去。反正你也要都炸死我，會不會？有這種可能，但是不高，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你扔核武器這個事情啊，在中國也不是說習近平摁一個按鈕就可以發射的，對不對？它也是需要多方去制衡的，是非常的麻煩的一個情況。而且到那個時候，其實大家也都明白，我不再是共產黨員了，那我還是一個中國人，對吧？我這個國家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我敗了，我投降了，我舉白旗了，那你這個世界也不是說就要把所有中國人全都趕盡殺絕，不是這麼一個世界，對吧？你就換一個國家嘛，把中共正好推翻下去嘛。所以他沒必要做這種殊死的搏鬥，沒必要。很多人會在那個點上想明白啊，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夠變成核戰爭，对吧？在一個合適的時候啊，把一些關鍵的一些發動這個戰爭的一些戰犯交出去，像習近平啊或者什麼的就可以了啊，交給這個國際法庭去審判就可以了，把中共完全解散掉、清算掉就可以了，我們就可以中國人就可以迎來一個新的未來了，對吧？
可以做這個事兒，很多人會願意在那個時候變成帶路黨，會去推動這個事情，對吧？所以不用那麼的悲觀啊。當然了，話說回来啊，如何能夠避免這个第3次世界熱戰，是需要各方都去慎重對待的啊。能不打當然是不打了，能不能在現在的這種冷戰衝突下中國迅速的變化，矛盾迅速的激化，然後有一些幸運的成分在不久的某一天突然因為什麼事情，中國內部就突變了無論是這個政治層面的、民間層面的，甚至軍事政變的等等我們覺得都可以期待一下。這個可能對於避免把整個世界捲入第3次世界大戰，怎麼說呢？我們祈禱一下吧。好我們今天就給大家分析到這裡。當然了，肯定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肯定有很多需要大家給補充的地方，歡迎你們給我踴躍的留言。然後呢，本周六，本頻道呢有一場北京對話，會做個預告就是今年2025年的最後一場，跟傅志斌先生，我們呢就是總結一下2025年愉快的聊聊天兒，然後暢想一下明年2026年會發生什麼，中國會發生什麼，整個世界會發生什麼。當然了，如果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如果你認為明年就可能就打第3次世界大戰都可以你可以把這些都留言告訴我，然後也歡迎你周六來直播間裡和我和傅志斌先生去互動。那麼周日在我的另一個頻道不經意派對也是本年度2025年的最後一場不經意派對。那聊的主題呢，就是從明年2026年到2036年這未來的10年會發生什麼。當然不是我聊了，主要就是由觀眾你們暢所欲言，我搭一個場子，我們來聊聊天所以呢其實也都和這個第3次世界大戰有關這兩場直播歡迎大家來。好，感謝收看、訂閱、分享。